Kicky's Drive Through Game Time， 我们 Game Time 好久不见了，哇！这一次呢 ，Kiki 真的是收到猴康的哦，那就是呢，在这个游戏正式上线之前呢 ，Xbox 就邀请我来试一下这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呢？记不记得之前跟 Kiki 一起玩 Forza Horizon 5？Yes, that's right. 这次也是 Forza 系列的哦。Xbox Game Studio 出了这个 Forza Motorsport。那当然呢，其实 Forza 系列呢，最早呢在2005年出的第一个游戏就是 Forza Motorsport。那算起来呢，今年2023年出来的这个 Forza Motorsport 其实是整个系列中呢第8个游戏了哦。不过呢，这次为什么不是叫 Forza Motorsport 8呢？因为呢，这次算是这个第一支游戏的这个 reboot，OK， 非常期待。当然 ，Motorsport 赛车一定就跟 Kiki 有关系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次的 Forza Motorsport 到底有多赛车呢 ？Let's check it out。Wow。一开始就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We gather at iconic cathedrals of speed, united by passion, driven by competition. That's insane. 这画面实在是太漂亮了，这个车辆的 detail。We bond over every challenge, celebrate every second found. Welcome to Forza. 这个感觉完全不像是在玩游戏，这个看起来像在看一场比赛，在看Le Mans或者是 GT 的赛事。OK， 一开始就有一点突贼，不过当然这个现在的 Forza 呢还是有这个 Rewind option。那这是我第一次测试这个玩这个游戏，所以呢还是要稍微再熟悉一下这个方向盘。OK，let's get back on the track， 先回到赛道再说了。Oopsies. Okay. 所以就像一般我们真正遇到真实生活遇到新的车辆的时候一样哦，也是要熟悉一下它的这个油门刹车。
OK。Now let's see what the final laps of an endurance race is like against a full field of competition. Next stop, Hakone, Japan. 所以先让我们试一下呢，这个练习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新的车辆大概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呢，现在正式进入到呢 Hakone 这边的一个比赛，我们就来试试看吧。我只能说这个画质跟画面实在是很真实的感觉，而且呢，当你在开车的时候，这个方向盘的这个回馈啊。真的让你感觉很刺激，而且有那个非常真实的开车的感觉。可以进 pit 换轮胎。Alright, let's go. 所以呢，又是换了另一台车，所以呢，要再度的熟悉它的这个油门刹车。直接不让哦，好吧，那就只能把你哦。超不掉，超不掉，来来来 ，Go let's go let's go。这些 AI 的这个车辆，他们完全就是走自己的线，所以如果你开到它旁边呢，它是直接会把你挤出赛道的，它是不会闪你的。OK fine so。那还好啦，这现在都算是在熟悉这个游戏了，所以刚刚都已经 off track limit 了。Okay, cross the finish line. Great race, terrific driving. OK， 好，来选一下我们的赛车服。我当然要一点粉吧。这个又粉又蓝，可是我想粉跟黑耶。What else is there？ 这好普通。这个也太像我的赛车服了吧？还是选别的颜色？好啦，试看看这个，我喜欢这个的 helmet。呜呼！可以选车子了吗？ From the showroom floor to the near circle is the culmination of 1,000 little decisions. Your car's journey begins here. To become a Builders' Cup champion, you'll need to outsmart and outbuild your opponents.
before battling it out wheel to wheel on race day. OK， 所以呢，第一个这个赛事系列呢，就是这个 Builders Cup Series。那在这个系列呢，就是选一台车，这个 Honda Civic Type R， 或者是这个Subaru STI， 还有 Ford Mustang GT 这3辆。然后呢，在这整个 Beginners Cup Series 呢，你就会不断的把这个车子改装，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改，然后参加比赛。然后当然改得越厉害，就看你最终的成绩能不能展现出来了。虽然只是在玩 simulator， 可是我还是比较 comfortable， 比较觉得开后驱才有安全感，所以我还是选这个 Mustang GT。OK，so 来到这一页呢，当然你就可以选择你在整个在玩这个 simulator 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难度你想要设定到怎么样？那你的这个难度设定呢，当然也会影响到你最后呢能够拿到的这些 bonus points。OK， 我们今天呢还在熟悉这个游戏啦，所以 cut me some slack。我先不要 sport rule 跟 expert rule， 我们还是先用 club rules。然后呢 club rules 主要呢就是可能只有一些外观的这个擦碰啊、擦撞那些的。可是当你选 sports rule 或者是 expert rules 呢，你就开始要考虑到呢你的油耗跟轮胎的消耗。然后 expert rule 呢，当然就是你的油耗、这个轮胎，还有呢，如果你真的车辆有碰撞，它的损失，所以呢，那个 bonus 才会那么多。而且呢，在这个判罚方面呢，这个 Club Rule Sports 跟 Expert 他们的轻重会不一样。OK， 那今天当然我第一次玩，所以我还是想要先试试看 Club Rules。OK， 然后呢 Drivatar Difficulty 呢，就是呢选择你的这个跟你一起比赛的这些AI 电脑呢，他们的 level 大概是什么样？我觉得呢，我也大概先设个3就好了。好，那我们第一条赛道来到了这个 Grand Oak Raceway。就像真实的比赛，一定要有这个练习的这个 session， 所以呢，现在也是一个好机会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车辆的感觉。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些小的关卡呢，你可以破，然后你破这些关卡的时候呢，你也会有一些 bonus points， 而且呢，你的车辆的这个experience points 也会增加，所以呢，其实参与这个练习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哇，这个太阳真的会刺眼哦。这个方向盘不断的在给我一些回馈感，所以这个还是要好，就是真的要，可以感受到这个车辆给你的回馈。OK， 真的这个游戏的。这个 Forza Motorsports 它的这个光线，游戏里的这个光线的变化真的做得好真实哦。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练习的 session 呢。
它有设定说你一定要跑完3圈。不过呢，它在下面，如果你要有这个 bonus 呢，就是它有设定了一个这个recommended lap time， 所以有一个最佳的这个单圈，然后你就可以试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个单圈做出来。OK， 所以这一台 Mustang 呢，它就跟刚刚我们开的 Corvette 呢差很多，因为它的扭力可以感觉到它的扭力比那台 Corvette 大，然后呢，所以在这个刹车方面呢，其实就跟刚刚踩刹车的方式又要稍微改变。OK，so 这个 bonus 时间做出来了，所以呢，我可以直接呢就 press finish practice。OK， 所以呢练习完了就要进入正式的比赛了。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呢，也可以更了解呢我们这一台新选的这个车辆，然后呢就看看我们来到这个 Grand Oak Raceway 呢可以表现得怎么样。OK， 起跑不是太顺。OK，so 我们从第8起跑 ，OK， 所以看看等一下呢，我们可以成绩会是如何。OK， 就像我说的，这个 AI 它根本完全不知道你在它旁边，所以它就是跑它的线。所以呢，你进入弯的时候，如果你要超车的话呢，它是直接会撞上你的。所以呢，或许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设定呢，还是没有这个车辆的这个损耗或者是这个坏损，所以呢，可能这些 Drivatar， 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其他 AI 它的设定只是在 Level 3， 所以可能还没那么聪明。确实，因为在设定中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说，这个 Drivatar 你数字越高呢，就可以设定他们的这个踩刹车的这个 precision， 还有他们的这个油门控制的这个 precision。稍微 slide 了一点。后面的抓地不是很好。然后追前面的车 ，Come on， 拜拜。啊 ！No， what？ 这是什么情况？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设定的是 club rules， 所以呢，你撞人家，他撞你的话是不会被判罚的。It's okay， 我们现在就是在熟悉这个游戏，多了解，而且仍然还是在熟悉这个用方向盘来跑这个游戏，因为像我们之前开 Forza Horizon 的时候呢，你比较没有那么多这种赛事，这种 track race， 所以它的这个操控方面呢比较不一样。而且之前我用这个方向盘跑其他的玩其他的游戏，像什么那些 rally 的游戏，这个操控完全是不一样，所以还是要
花点时间啊。这个时候呢，来 rewind 一下，再来 rewind further。OK， 好，刹车 ，No。OK，I can't，再一次。不过所以像 expert rules 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倒退。所以现在我们在练习，所以看得出来 Kiki 心机还是很重的，因为我想要跑出一个好的线。OK， 所以我们在玩的过程呢，不管是在比赛中或者是练习，我们的车辆呢也不断的在增加它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的车也一直在 level up。这部车的这个刹车点真的有点难抓。因为它很容易就会过头。不过也有可能因为我还不习惯这个方向盘，所以我也稍微转得过多了，有点推头。OK， not bad， 第一次 P5。Okay. Points earned after every race will determine our overall series standings. OK， 所以我们仍然还是会累积积分。All right. Builders Cup event number 1. OK， 所以 Builders Cup 总共有3场比赛，那我们刚跑完第1场。OK， 所以呢，我们今天 Kiki's Drive Through 试了这个 Forza Motorsports， 我只能说这个游戏实在是太让我惊讶了，而且呢，我觉得呢，整个这个游戏的真实感呢，让我非常喜欢它，而且呢，想要继续再玩，因为呢，不光是它在画面方面，车辆的这些 detail 呢，整个这些 artwork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个画面的这个真实感呢，让你真的觉得你进入到了这个赛车的世界，而且进入到每一条赛道。那我觉得更厉害的是呢，在这个光泽的变化呢，你比赛的时候，你的车在经过这个赛道的时候，太阳或者是夜间赛，而且甚至于真的有这种刺眼的感觉。也不是刺眼，可是就是真的感觉到你如果真的在开车的话呢，然后太阳照到的时候，你会有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真实。而且呢，我觉得很好的是，这个游戏它真的可以让一些对赛车比较不了解的朋友们呢，带他们进入到赛车的世界，让他们认识到赛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了呢有这个练习的这些 session 啊，然后为什么要练习，需要去熟悉赛道，熟悉这个车辆，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游戏的介绍里面呢，这个 narrator 他们都会解释说每一个阶段为什么要做什么事情。很多人喜欢玩赛车游戏，因为要改车，所以他们也有解释很多这些改车的一些理念啊，然后呢也有一些推荐如何去改，或者是要用哪些改装品会做什么事情，所以呢可以让很多对汽车不了解的朋友们更了解说改什么东西，改什么零件会对车辆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影响。而且呢，我觉得呢，像我们用这个方向盘或者是用这个摇杆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其实不管你怎么玩，你都可以去用不同的方式呢去感受到这个车辆的表现。所以呢，就像我们平常在真实生活里面遇到新的车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熟悉这个车辆，怎么去了解这个车辆，才知道怎么去
操控它。当你在选择不同的这个改装部品，还有它们的等级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操控方式要如何去改变，或者是去应变，才能去好好的操控这辆车。所以呢，我觉得这整个游戏的感觉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更多朋友们了解为什么赛车是那么独特的，而且赛车有很多元素，为什么要做什么事情。希望透过这个游戏呢，也让更多人了解赛车的重要性，还有呢道路安全的重要性。如果你喜欢速度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来到这个 simulator 的世界呢，来体验这个赛车的世界跟改装汽车的世界。OK， 所以呢，谢谢 Xbox 台湾这次邀请我们来提前试这个 Forza Motorsports，OK， 这个游戏，这个非常，我觉得真的是蛮 Chef's Kiss 的这个 Motorsports 游戏。我觉得整体来说，细节真的是做得非常好，而且以一个对 gamer 来讲，如果他不是玩赛车的，可是你来到这个游戏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会懂得欣赏这个游戏的这个 detail 跟设计。OK， 所以 Forza Motorsports 呢会在10月10号正式的在 Xbox Game Pass 还有其他的 Xbox 平台以及 Steam 正式上线哦。希望大家到时候都一定要快点下载来试试看这个游戏哦。OK， 那今天的 Kiki's Drive Through Game Time 就到这里了，拜。